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的大主題會聚焦在美伊戰事當中，伊朗打臉了川普。尤其呢是在它的石油部分已經賺翻了，但是在賺得多錢也不願意買美國的大豆。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在這一場美伊的和談當中，美國副總統范斯在談判的時候遭到冷落。現在說呢，北京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了，在中東地區，它可以出手锚定中東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先請觀眾朋友們記得在影片開始之前先幫我們按讚。那麼留言區一樣的，希望跟我互動的可以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來做回復。看到熱推薦，還有呢，在這個留言區也可以歡迎幫我們寫下熱推，來幫助我們的國際能見度。好，首先歡迎我們的在場嘉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今天有關於美伊戰事的3個火線話題，一樣帶觀眾朋友先來看到哦。第一個，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川普呢想要用黃豆跟對於伊朗的解凍資金來收割這個戰後的紅利，沒有想到直接被伊朗打臉。他直接說了，他沒有要買美國的黃豆，沒有要買美國的大豆。到底現在主導權是在誰的手中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的是，美國很得意啊，因為呢，他覺得在這場和談當中結束之後呢，他這邊說了。伊朗已經答應了，是說接下來 IAEA 是可以重新進入伊朗的核設施檢查的，被視為是美方的重大突破。但是現在卻被笑說，這不是戰前就已經講好可以這樣子做的一個機制了嗎？那再加上現在美國的民意還有原油的壓力，這一場100日的美伊戰爭，美國是被打回了原點了嗎？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到美國現在忙着要穩住它的波斯灣的盟友，中國另一方面則是強化它跟伊朗的互動。中東權力是在重組還是已經換軸？也就是說，中美之間誰更有能力去掌握中東的話語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是川普直接被伊朗打臉嗎？原本以為呢，美伊的這一場戰爭打完之後，美國他說他可以名利雙收的，他甚至公開表示，這是來自於川普的說法，希望呢伊朗的資金在被解凍之後，可以呢拿這些錢啊，全部買美國的黃豆，甚至是玉米等等的農產品。話一說完，央行總裁來自伊朗方面直接就否認打臉，說我們簽署的 MOU 當中根本沒有任何一條的條文有明文規定說，伊朗必須要向美國來購買農產品，而我們會向美國買或者是購買的其他東西，除了民生物資之外，就是一些沒有經過制裁的商品，完全沒有包括黃豆啊，也代表這個川普說要救農民的這個夢，看起來是完全的被打碎了。好，更糗的事情，我們來看到了副總統范斯，他原本試圖說，我到了這個談判的現場，我要來主導整個談判的主導權，但是呢，看到這有發生非常多的糗事。第一件事情，范斯一開場說呢，我希望跟這個伊朗翻開新的一頁，甚至期待兩國關係能夠永久的被改變。但是呢，伊朗呢就直接給他一個黑臉，他說呢，我們伊朗今天來這裡啊做和談的目的，不是來跟你美國交朋友的，更不是來接受你美國的安排的。談判是基於我們之間有利益的交換，是對伊朗有利的，而我們始終首選仍然是以聖戰為主，給他了一個下馬威哦。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動作上有許多的分析師現在就在笑說，范斯在這場的談判當中根本就是對於中東地區的這些官員是熱臉貼冷屁股啊，甚至呢，這個分析師乾脆用這個范斯飽受屈辱來形容整場會談，什麼意思呢？會場上，我們等一下來看一段影片，是這個卡達總理忽略了范斯，他直接走向了這一位是巴基斯坦的總理，兩個人就在范斯的面前握手擁抱，把范斯晾在一邊。来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好，你現在看到的是卡達的總理跟巴基斯坦總理，他們互相握手擁抱，范斯在後面非常的糗，就看着他們兩個做非常多的互動，然後范斯就從頭到尾靜默，然後看向熒幕
幕啊等等的，完全被忽視在一旁了。這是我們給你看到在會場上面的最新畫面。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請教大使怎麼看了。從川普的大豆說到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這個范斯被晾在一旁，整個被冷落了。伊朗現在不仅是跟美国平起平坐，而且還掌握整個主導權嗎？美國等於是史上第一次遭到如此大的羞辱嗎？那謝大使怎麼看？对，美國這個尤其2次大戰以後沒有受到過這種羞辱，最主要是打敗仗了。對。這個戰場決定一切，這個美國就是有一句話說 "Winner takes all"， 就是說勝利的人他是所有都勝利，他把所有的桌上的所有的籌碼通通是拿走的，不會留一分給你的。這也是美國的這種風格啊。那國際政治更是這種風格。我剛剛看到這個范斯，我就覺得人家是真心瞧不起他，不是說不懂禮儀。為什麼？第一個，你不就是副手？在美國的政治地位裡面，副總統就是一個陪襯，就是一個備位的。尤其在川普這個總統之下，范斯跟這個白宮裡面任何一個聽川普使喚的人都是一樣的。在一個機構裡面，說實話，副手也是這樣，副手就是不受重視的，那除非有一天，老大突然出事了。他接了班，那他就不一樣。另外一個范斯，以這個美國的總統來講的話，他沒有什麼讓人家值得尊敬的地方，他也不過就是一個怎麼樣？他是家裡面比較貧困，當兵打過仗啊，拿着這個軍人的這個補助，上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念了法學博士，念法學博士出來當律師，碰到有人賞識他，叫他做個基金管理人，也不1000多萬美金。然後就出來，有人投資他，叫他出聯邦參議員，就這樣，這是什麼資歷啊？什麼資歷都不夠。那而且在這種國際場合裡面，事實上的話，你要有一點很現實的，有鏡頭在的時候，大家都要表演給誰看？都要表演給自己家裡面的老闆看，而且他國內的群眾看。对，你要知道這個談判者絕對不是用來討好你的談判對手的。談判者是要對你的談判對手把他視為什麼視為要把他壓榨到絕對他就是你的寇仇，要把你壓榨到最後一滴油都把它壓榨出來。那為什麼呢？你的談判者不會把你幹掉，談判者通常被後面的箭射死。後面的箭手，老闆不滿意啦，群眾不滿意啦，你這是什麼態度啊？去了還這種卑躬屈膝，還跟人家下跪，這是什麼外交啊？對，跑去跟人家下跪，那回過頭來不是你這個國家自己人就是說，你這是怎麼談判？你去投降嘛？所以他一定要強硬，所以人家過到那個場合裡面都是針對美國的，所以再加上我覺得范斯本來就不受待見，人家就覺得這家伙根本沒有經驗，搞不清楚狀況，對，講的話人家就說誰跟你顧全大計，誰跟你搞新意啊？我們現在這個事情先解決就好，然後伊朗來講的話，我今天才知道為什麼一個民族可以生存這個5000年，還能夠屹立不搖，就是強悍，就是強悍。你再大的壓力之下，他也沒有下跪啊。伊朗在口頭上從來沒有對美國軟過。你跟你講好的那個黎巴嫩停火，對，你要去跟內塔尼亞胡講，你管不住，管不住的話，那你就不要答應我。那現在管不住，那很簡單，我就霍姆茲海峽繼續封鎖嘛，有怕你嗎？你有核子彈，我也是這樣；你沒有核子彈，我也是這樣。所以人家展現什麼，就是強大的心理素質。那這個現在美國最缺的，美國是手上什麼武器都沒有就是缺一個膽，沒有膽就沒有任何的，沒有人家不會尊敬你。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的這個和平談判當中，范斯就很尷尬在現場就直接被視為是一個很尷尬的人物那其實呢，所以他現在也要展現說，確實在這場談判當中，他有獲得一些什麼，但是真的有獲得一些什麼嗎？我們來看到因為美方一直在強調，尤其范斯他強調說，這一次對於美國來說具有一個重大的意義，就是伊朗已經同意一件事情了，要讓這個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重新進入檢查他們的核設施，但是觀眾朋友，我們看我們節目非常久，其實這個
設這樣子的一個檢查的動作，其實早在戰前，這個伊朗就已經同意了。所以呢，被大家笑說，你美國打了100多天，怎麼看起來回到了戰爭前當時的原點呢？再來看一下美國目前呢內部民調到底支不支持自己這個川普總統的做法？現在呢，來自於 CBS 最新的民調，78%的民眾希望戰爭快點結束吧，而且呢，2成是認為說，這一份臨時協議是美國佔上風，但是37%的民眾是認為伊朗才是真正得利的人。好，現在讓美國另外還有擔心的事情，就是有關於石油的問題了。現在他們的石油儲備呢降到了這個最新低點的一個水庫，來到了1983年以來最低，尤其是庫欣原油交割中心庫存已經來到了警戒線，現在呢是從4000萬桶直接腰斬，剩下2003萬桶。好，第一個是 IAEA 的問題，到底這個美國有沒有得到些什麼好處啊？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有關於美國的石油儲備問題了，會不會出事啊？尚志哥怎麼看？好，首先 IAEA 這件事情，我想其實與其說真的是白打了，回到原點，倒不如說當時在美伊的這個談判，在去年的時候。本來就是以這個來做基礎，不是嗎？所以它差別在哪裡？差別就是美國被以色列騙了。因為當時其實要 IAEA 這是公認的一個對於處理伊朗這個濃縮鈾的部分最好、最客觀，沒有任何爭議。但是為什麼後來美國態度變了，而且就打了？就是因為以色列告訴美國 ，IAEA 查不出什麼，我們這邊掌握的薩魯組織掌握的情報裡頭是怎樣，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改變了川普的想法，所以這個是真正的最大的關鍵。但是為什麼美國現在願意接受這樣子的狀況，並不是說美國退讓或者說回到原點，這只是美國現在面對現實，因為現在事實上到底。伊朗的部分實質的濃縮鈾到底如何，還是需要被具體掌握現況。其實到現在為止，伊朗沒有講，外界都不知道，中國、俄羅斯甚至也都不知道。所以這裡頭真正要掌握，還是得要有一個人，伊朗能夠接受或一個機構進去好好仔細看。所以特別我們現在知道，他現在在這個納坦茲、福爾道跟伊斯法罕。這裡頭有好幾個地方，它可不是只有一處，所以這裡是必須要一個結構或一個隊伍的人手，才能夠系統性的先掌握下來。那麼掌握下來之後，再來看是怎麼樣呢？究竟是要就地稀釋，或者是要運出海外？現在看起來，美國的態度很可能不會像先前在早先一開始認為要全部要運出去，全部要拿出去，有可能會就地稀釋。因此，如果要就地稀釋，真正的根本性的處理這個問題的話，那更需要原子能總署了 IAEA 來介入跟整個監督全部的過程。所以像 IAEA 這件事情，我們不是說風涼話，它變得很重要。也就是說，伊朗的濃縮鈾現在要調查現況，未來要怎麼處理，它變成非常非常關鍵了哈。來去談判能夠繼續往下走。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看到的部分是現在美國的部分狀況，因為無論如何，在以色列先前說三道四講一堆謊話，但是呢，對以色列內部的強硬派以及對伊朗最在意的，終究還是濃縮鈾的問題。也就是說，濃縮鈾如果終究還是可以解決的話，現在以色列覺得吃癟跟美國關係不好，還是可能可以安撫以色列內部的這個強硬派。所以這個過程我們現在開始看到了，伊朗要展現他的談判力。我們現在看到伊朗是很會打仗，現在我們要看伊朗是不是很會談判，而且這樣子就談下去，美國方面如果濃縮鈾處理好的話，我們現在知道有些爭議，比如說包括要解凍它的這些錢，包括還有3000億的涉及到要給伊朗錢，現在全世界也覺得這莫名其妙。如果伊朗解決濃縮鈾題順利的話，美國交換給一些具體的金錢資源的這個合理性，我認為才會層次更清楚。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核濃縮鈾現在是眼前最重要的一步。好，就在美伊和談的當下，我們也看到了，在這一次和談，可以很明顯看到伊朗出乎意料是非常非常的強悍的哦。那這一些在中東地區的這些波灣國家的這些盟友們也都看到了，現在也對於美國的信任度其實是大幅下滑的。尤其大家也在看說，是不是中國大陸在這邊的勢力正在悄悄的崛起當中。尤其我們要來看到，現在中方派出的是在22日呢，王毅去會見了伊朗的高層。那
伊朗同一時間主動向中方通報了他們談判的一個最新進度。那中方也表示願意繼續恢復中東和平，來發揮一些作用。美國方面現在呢，則是急着和這個波灣的盟友們，希望能夠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但是問題是有沒有效，這個持續要做觀察了。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波灣的盟友們在這一次美伊的戰爭當中承受了非常多來自於伊朗的飛彈哦，那所以呢，現在也要看波灣盟友們的態度。美國這一次是派的是這個盧比歐前往阿聯跟科威特跟巴林，試圖穩住波灣的盟友，真的有用嗎？幹哥怎麼看？好，你知道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畫面啊，那短短10幾秒畫面，那是誰？那個是那個穆罕默德，對不对？對，是卡達的總理，然後就沒看到范斯就走過去，跟誰？跟巴基斯坦的總理夏利夫握手，對不對？然後那個范斯就在那邊乾笑，這個是一個畫面。可是大家知道還有另外一個畫面是什麼？這個是四方會談，美國、伊朗、卡達、巴基斯坦四方會談。卡達跟巴基斯坦的作用是斡旋者，那是調解你們兩邊不要再吵了，對不對？可是你知道嗎？照理講，你手上有籌碼的話，你一定是最後一個來的。知道最後一個來是誰？是阿拉奇，是伊朗的外長。這四方會談3個國家都來了，包括范斯站在最前面，就最後面進來叫做阿拉奇，就說怎樣？我現在手上有籌碼，我就最晚進來，怎麼樣？然後還有一個人講的更凶的話，叫做穆吉塔巴，就是現在伊朗實際掌權者，他的代表說，他叫薩吉德嘛，薩德吉，他說，我們不是害怕，因為是我們对我們現在是首選，依然還是聖戰，意思就是說，我們那個精神是不會變。也就是說，如果說談判破裂的話，我們也不怕。那最後還是回到聖戰的本質上面。所以你就覺得說，阿拉奇這次進來，然後是最後一個進來，然後阿拉奇進來也一樣沒有跟范斯握手，也一樣跑去找夏利夫，又跟夏利夫握手。所以大家要看啊，這個外交的場合裡面啊，這有很多畫面都透露一些因素，就是說你會發現說，那你范斯變成一個路人甲被晾在那邊。真的是那個樣子，其實我們也很驚訝，就像剛剛大使講，很驚訝啊。不過怎麼會這樣子？美國從來是不能，就是他是被人家等的，不能他等人家，對不對？如果今天是川普在場，川普一定拂袖而去，但今天是范斯來，他就變一個花瓶在那邊。所以你就看到，結果你知道，最近這幾天，也就是昨天啊，王毅在哪裡？在新德里會見了誰？他會見了伊朗最高國安會的副秘書叫做內扎米普爾，內扎米普爾把所有14點的過程通通報告給王毅。為什麼？奇怪了，這不是有四方會談的嗎？怎麼又多一個角色出來，叫做中國？內扎米普爾為什麼把所有事情都跟王毅報告清楚？就是大家就曉得說，中國在未來伊朗的重建之路上面會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這才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關心美軍無處可退，今天要特別來關心到的是大陸的東風17、東風27鎖死了印太地區，彈藥庫說現在藏在澳洲也躲不掉了。中國的火箭軍已經橫掃，已經到了第3島鏈去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了解。好，來關心到的是美軍最新的證實，也就是說呢，他們接下來要在澳洲來建立這個永久性海軍陸戰隊備戰武器庫。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這個原因，我們先來看到是過去美軍他不斷的強調要在前沿地區來部署這些兵力跟裝備，尤其最重點的就是說要靠近這種可能發生區域衝突的地方。但是他現在為什麼突然
間要把這些軍備全部向後往澳洲的方向去移動呢？現在呢，理由也直接給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答案，就是因為美軍現在認為了，不管是在菲律賓或者是關島這些前線基地，已經完全被覆蓋在中國導彈的射程之內了，讓美方非常的擔心，所以他們決定現在要退到澳洲。他認為這個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後方位置，可以在這邊來進行相關的武器的部署。這個是美軍在澳洲的最新部署。我們來看到美軍在另外一個地區亞洲國家薩德，也就是南韓的薩德的最新部署，大家還記得嗎？當時這個薩德因為有各式的戰爭，也就是美伊戰爭的時候，他撤出了他的6輛的薩德發射車。在這個期間就全部把它移出去了，但是現在確定了這6輛車又全部的移回去南韓了啊，放在的地點就是新洲基地，意思就是說，接下來要放在中國大陸的家門口來恢復對於中國的完全作戰，可以這樣子做解讀嗎？我們先來看到，節目一開始先關心美軍說部署澳洲是他要強化他的後勤，但是實際大家也在解讀是不是一種戰略的大撤退，代表說現在看起來守不住第2島鏈了，已經要往第3島鏈去走了嗎？謝大使怎麼解讀？对，其實美軍這種部署已經因為中國大陸的這個遠程打擊武器啊，還有就是兵力投射的能力的加強啊，所以它已經做了很大的戰略調整。整體來說就是火力向前，兵力向後。就是說要打起來的話，說實話不是美軍上第一線，就是說在這個第1島鏈，這是第2島鏈的這些國家的人上第一線，美國在後面，地槍。地彈地刀，什麼都地，就是讓你們上去打。然後呢，先消耗你們，然後再去考慮消耗美國，這個是一個大的戰略。那在川普的整個的這個全球戰略裡美國的基本上的國家的安全戰略就是，這個所謂的西半球，也就是整個的美洲啊，從這個北極到南極這個地方，就是美國的什麼禁臠，不准有外國勢力進來的話，我就要把你擠出去。然後這裡面也不准有反美的國家，像這些委內瑞拉就把你解決掉。再接下來誰？再接下來就是古巴。美洲這一塊地上有反美國家的話，那是不允許的啊。然後美國要靠一個怎麼樣？靠一個鑽石一個罩子，然後把這些從海外兩邊打來的任何的攻擊性武器把它攔住。這就是美國人的。尤其在川普的時候，更強化的一個美國防衛跟美國安全戰略。是。那所以第1島鏈、第2島鏈就變成美國就是說，美其名就是說，你們這些國家不能再靠美國保護了，你們要自己承擔更多的這種防衛責任。那其實就變成就是說，你們以後如果說跟中國大陸的軍隊如果有接觸的話，你們自己要靠自己力量自己要撐住我會給你武器，可是呢，你們要跟我買，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意思。不過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其實就在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面，過去20年時間，中國大陸的很多的這個武器發展，基本上都有很深遠的這個布局。第一個就是長程導彈系統、洲際導彈系統。中國大陸從東風41出來以後，大概就已經怎麼講，就已經很篤定了。那前2年的這個大閱兵裡面，沒有東風51，東風61直接出來了。那也就是說，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中國大陸的洲際彈道飛彈都可以打得到，而且呢，它都是一個彈頭打上下來就10個分導的彈頭，那10個下來的分導的彈頭呢，又可以做什麼變軌的，所以是無法攔截的。那除此之外，對周邊國家就是中程導彈，就東風系列，東風17、東風21、東風多少31。這些是非常完備的，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美國現在就跟我剛剛講的那整套的戰略就在改變，那所以就变成就做美國的盟友，現在要注意不是美國保護你是你要在第一層你要保護美國，用你自己的軍人，用你自己的國土來保護美國，你做第一層的尖兵保護美國，美國
只出錢、只出彈藥，不出人的不出人。好，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的擔心是來自於哪裡？剛剛大使也特別幫我們提到了這個中國大陸它祭出的各種的東風系列的導彈。那今天帶觀眾朋友先來看到2款是不是已經正式都已經現身的導彈？第一款就是央視自己罕見的公布的，今天趕快來看到的是東風17了，實彈發射的畫面，央視就直接的公開。那麼多輛的發射車在公路上面是一字的排開，展現這個隨打隨走的能力。先來看一下東風的一些小檔案，包括呢射程最高2000公里，速度10馬赫，彈頭呢是這種沉坡體的高超音速的滑翔彈頭，它的能力就是 S 型的這種機動突防的能力。這個是東風的17，再來看東風27，它是原本這個東風26所做升級版嘛，疑似是已經批量服役了嗎？射程最高達到8000公里哦，又比東風17再更升級。那現在已經說可以達到第2島鏈的關島、西太平洋地區、亞太海上機動目標都可以。澳洲智庫最新警告，如果呢中國在南海這種人造的人工島上面部署東風26，射程可以直接打到澳洲的北部了，是不是會改變整個印太的格局？幹哥怎麼看？央視公布這個畫面有它的意義，為什麼？因為火箭軍的前身叫做2炮部隊，是在1966年建制的，到今天剛好滿60週年，所以放出這段影片，其實某種程度上的意義就是在告訴你說，其實我們的東風17已經能夠做到無依托作戰，就是在野外，而且可以機動作戰。這個老實講一句，機動作戰雖然不是新名詞，可是對於這種高超音速導彈，是第一次聽到，為什麼？因為你還是要有依托，你要有後勤，你要有一堆車跟人去跟着它。但是現在東風17它可以做到，它可以在公路上面隱蔽或機動，這不太容易。為什麼呢？因為高超音速導彈從來都是被認為比較重要的資產，所以他們今天能夠做到這邊的話，你要知道這飛彈東風17，它現在已經它的作戰高度是9萬英尺，也就是大概3萬公尺的高空，比我們一般的民航機要高3倍。它打下來的時候是10倍音速。通常來講，理論上是沒有東西可以攔的。我們現在以剛剛所說到的薩德哈，就是終端高空防禦系統，這種系統理論上可以攔得到，但是沒有經過實戰，永遠美軍也不敢這樣講說一定攔得到。好，所以放出這段影片就是告訴你說，我們的飛彈你找不到。以前也許東風舊型的飛彈，它在發射初期，因為它什麼？它是熱發射，所以近地衛星早就一覽無遺了。因為你有熱源，所以一看就看得到了。是。那可是現在，對不起，東風17是冷發射，所以它不會有熱源，你根本看不出它在哪裡，所以你沒有辦法鎖定。這就是它技術進步的地方。再來，東風27，它其實是東風26的進階版。那東風27的射程最遠達到8000公里，已經可以確定可以把關島的第2島鏈涵蓋在射程範圍之內。所以說，東風27，老實講一句，是比較令美國忌憚的。為什麼？你現在都必須要往後退？為什麼？就是你往後退，退到澳洲一線的話，那才會比較有保障。所以澳洲的智庫會認為說，如果今天中國在永暑礁或是美濟礁上面部署的話，它一樣打得到墨爾本，這就是最忌憚的地方。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這次2炮部隊的影片出來之後，這2種飛彈可以告訴你說，將來是解放軍火箭部隊的作戰主力。而美國呢，它相對因應的方法是什麼？到現在看不到。我們也許在下一個會計年度可以看到美國專門對付這2種飛彈的新計劃出現，也不一定。好，這個是東風系列，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它現在在備戰哦，準備的這個東風系列導彈。那再來整體的大框架上面，它也有一個新的戰略，因應的就是它以這個2030年可能爆發大規模戰爭為前提，所以最新呢，它祭出的這個叫做新長城的堡壘工程。好，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強化包括在內部產業的備援、戰略儲備，還有呢內部工業的布局等等。我們先來看到4大戰略布局有哪一些？看到 CG 包括了這個產業的內移，它將半導體啊、醫療等等的關鍵產業就遷往四川、重慶。
以這邊為戰略的腹地，建立戰時工業後方，再來強化戰略的儲備，包括基本的國家運轉需要一些能源、糧食、原料等等。軍民融合的部分，基礎設施是隨時都可以轉為軍用的。最後就是增加國家的一個動員能力。現在有一個說法，是不是有一點像是模仿當時複製2戰對日作戰時的一個消耗戰的一個狀態？上次哥怎麼看？現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國哈，現在中國的強大，中國的有很多東西不太一樣了，特別是一些包括在國際當中的處理，我們現在講說，包括這些稀土啊、管制等等，都是過去不出在、没有出現的。所以呢，在很多的國家研究當中，日本不得不說是研究，因为日本本来都知道很愛研究嘛，數據啊、資料都要掌握，而且日本很愛分析，日本連電視上的綜藝節目都會在分析中國社會、分析全世界，我們都沒有看到綜藝節目為什麼要分析呢？但日本唯獨不太做預測，他們很謹慎，所以日本很多的產業自己本身分析了半天，可是自己這個國家都很多抉擇都做得亂七八糟。好，但在研究中國方面，卻是日本長期以來民間有非常多的智庫很深入的研究，而且相較於可能歐美當中，在研究當中還是霧裡看花。日本因為對中國接近，而且大家都有很多的東方國家的一些思路、決策，包括政府的決策，所以這研究才會出現了這種講說，認為中國會10年內一戰。這不是最近提出的，這是10幾年前就已經有好幾個智庫提出，而且很集中在2020到2030年。好，這裡頭我們首先先要看。不得不說，還是有點道理哦。包括最近我們現在講2027年，現在都說2027年可能兩岸台海會發生戰爭，主要的原因是2027年，大家不要忘了是解放軍建軍100年。除此之外，是習近平每5年當中的這個另一屆的他的權力，中共的全代會要讓習近平繼續主政5年，也是2027年。除此之外呢，2029年是中共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的新中國建國80周年，也就是說2027到2029乃至到2030，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時間。所以中國會不會處理很多歷史上，包括兩岸要統一，包括對於日本要清算，包括中美之間要大對決呢？所以這是整個我想在現在在思維10年內不會有一戰的最重要的時間背景。當然這裡頭日本所研究的東西是有點意思，雖然有點我個人認為有點偏見。首先他們就覺得中國大陸這些年，特別是這10多年來，剛剛講內政的決策、法政的這些體制的設計有非常大的改變。比如說到大西部去開發，日本就覺得莫名其妙，那個地方都沙。從中國的角度就是說，當然要開發啊，那邊要平衡啊，往大西部，而且要治沙，是中國治沙了幾十年，能源要開發。我們從中國大陸我們的理解不是很正常，可是日本就會覺得，哎呦，你往大西部去，是不是要建一個後第3階段的這個對抗，為了打仗，你才要牽着大西部。所以，而且他們認為，現在中國大陸在擴充很多，像石油儲備到天亮。這都不是正常，所以是不是為了要打仗，所以你有這種生存能力的儲備，各種都來儲備，還有包括他們也發現了，你對於這些解放軍的戰士，包括一些撫恤都有很大的改變，所以這就是日本在思考歸納變成都是不是為了準備一場大打仗。然而這些研究現在我們不得不說，也變成現在日本軍國主義。研究說，中國現在準備打仗，會不會打我們日本啊？所以現在日本要發展軍國主義當中，也引用了這些日本民間的思路，認為中國就是為了打仗，所以日本也要強大，跟建設部的這個軍事起來。所以這整個思路邏輯也變成雞生蛋，蛋生雞，大家都變得很複雜了。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看到中國大陸一出手，56家美企它都要作為制裁。上游卡的現在看起來是美國，但是其實我們今天也會更關心到的是，整體來看卡的是上游的美國，但是影響的是中游的日本的軍工整個被供應鏈給連坐給拖垮了，包括的整個日本的製造業體系當中的企業，像是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信越化學，現在全線承壓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制裁壓力。
力。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留言一樣的，如果您認為中國大陸這一波針對於美國的制裁會間接的對於日本的企業重創，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還不至於的話，或者是還要持續做觀察，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這一場中美日的科技軍工競賽持續的升溫，因為呢最新消息來自於路透社的一個報道，中國現在制裁的對象是來到了美國。22日，它正式啟動了這一波反制動作。我們要來看到是將56家的美企納入管制名單當中，還有46家的美企是禁止參與中國的政府採購的。好，這當中還有2家企業，但是重點是這些企業裡面其實都大部分跟軍工有關，還有呢是有稀土的生產商也一起的被列入在制裁的名單當中。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國大陸对於美國的制裁，但是現在說呢，真正受到衝擊的是供應鏈在中斷的這個日本。為什麼這樣說？我們先來看一下對於美國的衝擊。首先，因為這幾天我們一直在講大陸在培育它的這個人工鑽石的部分。好，人工鑽石，中國大陸現在掌握度大約是落在98%，擁有98%的培育鑽石哦，但是呢，我們現在看到呢，如果說它对於美國掐緊的話，會嚴重的衝擊美國在航空業跟它的國防領域的一個發展都是需要的。而美國目前呢，剩下的庫存竟然是只剩下2個月到3個月的時間，它就沒有辦法去發展它的軍工了。再來看到的是對美國的制裁，我們剛剛說嘛，也會直接衝擊到的是日本廠商，因為呢，大陸限制洛克希德馬丁的發展的同時，尤其是我們看到的 F-35哦，它呢其實是包括了雷達呀、電機啊、引申圖材料等等，都會需要用到這些稀土的，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稀土跟重金屬等等的。現在對它制裁來說，三菱重工也就是長期跟洛克希德馬丁的合作的這個日本廠商，當然也會一起受到影響了。再來就是俄烏戰爭當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愛國者飛彈，本來是由雷神授權給三菱重工去做生產的，那現在呢，我們看到呢，它一樣在中國大陸的制裁之下，三菱重工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再來看到是越性化學了，它因為被暫停了它的磁鐵的一個訂單，所以由政府出資，他們現在說呢，乾脆日本自己建一個稀土的提煉廠好了，而且這是18年來第一次哦，接下來預估是在2028年會自己來做投產，但是產線真的有辦法這麼快速的跟上嗎？這也是畫下等號的。再來看到的是大陸的商務部最新公布的，將參與提升日本軍工實力的20家的日本企業列入在實體的管制名單當中了。好，這當中包括了有川崎重工、三菱造船、三菱重工等等。那確實我們看到日本高達99%的這種重稀土仍然是依賴中國的，而中國現在還在強化建立所謂的這種稀土的高校，包括這當中有40所以上都是做稀土實驗室，11所的高校，還有呢，每一年可以培育500位以上的相關的稀土的人才。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請教大使怎麼看。大陸一方面掌握了高達98%的這種工業級的培育鑽石，那我們看到美軍的庫存，如果對它一掐就完了，因為它現在庫存只剩下2到3個月，鑽石竟然可以成為一個卡點嗎？那再來就是說，中國卡美國為什麼會影響到這個日本的企業受到重擊？當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等，大使怎麼看？這個工業鑽石哈，事實上中國大陸佔全球的生產超過90%，而且90%都在河南省生產，所以這個是一個隱形冠軍，現在已經不是隱形了。那為什麼工業鑽石這麼重要？工業鑽石有2個特性啊，在整個工業生產裡，第一個它號稱叫工業牙齒，為什麼叫工業牙齒？因為它是在切削。你在做任何工作，從初切削到最精密的切削，甚至芯片的切削，都要用到工業鑽石，所以它切削很厲害。第二個，研磨，你在磨的時候哈，精密的研磨也是要工業鑽石，因為鑽石是最硬的一種物質嘛。对，工業鑽石最。還有一個就是深鑽，你很多啊，比如說你要鑽孔，你要鑽很深，它那個磚頭上都是工業鑽石，因為它的硬度強。
所以就變成它是工業牙齒。你很多產業你沒有這個工業牙齒，你是做不出來的。包括現在的芯片，它在最精密的這個研磨的部分啊，也是要靠工業鑽石。所以呢，這個在軍火工業、精密的工業，還有這些這個芯片的製造業裡面都非常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另外一個工業鑽石還有一個這個它俗稱它叫散熱王牌，它散熱性非常好，就是說鑽石如果運用到這個工業裡面不管是成品或者製作過程鑽石的散熱是一般像這個銅很多金屬的是6到7倍，所以呢，要控制溫度，在製造的時候你要用到很多的工業鑽石，尤其在芯片裡面。那所以現在的 AI 的高效能芯片它的降溫的這些裡面少不了工業鑽石。所以這2樣東西讓這個工業鑽石現在這樣。就是說，美國、日本、歐洲都開始怎麼樣？又跟那個稀土一樣，又瑟瑟發抖。那個東西不提供你了，你的很多生產線，你就要停頓了而且很多都是非常精密的生產。那所以就變成這個中國大陸除了稀土以外，現在大家又發覺，哎呦，鑽石也被中國大陸拿在手裡面。那這個製造的技術也不是一天而成的，而是長時間的鑽研那麼有今天中國大陸對全球市場的掌握9成，9成。所以這個就變成就是說，要跟中國大陸玩硬的話，你先要搞清楚你稀土能不能自給自足。現在又加一點，你工業鑽石你自己造不造出來？造不出來的話，你就少惹中國大陸，就這樣子。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中國一方面它是对美國做制裁，但是直接也影響到了重挫到了日本的廠商，還有包括日本的制造業。那像这個又怎麼看？講到這個鑽石，我還是要講一下我所知道中國大陸為什麼能夠做這種工業鑽石跟人造鑽石。早間都知道鑽石，大家都天然鑽石嘛，我們都知道南非很多東西，然後底比斯，然後一顆永流傳，那這都是猶太人手上掌握的。可是人造鑽石就是在幾十年前，就中國大陸河南一些老鄉就覺得，喲，鑽石那麼貴，可不可以用人造來做？所以在整個高溫高壓，因為就碳嘛。所以都真的是從土八路慢慢做起來，一開始先做出了所謂的這個人造鋯石，就是裝飾用的，它硬度沒有那麼多，大概8.5而已，但是漂漂亮亮的，想到全世界賣，結果後來就被這個全世界的鑽石商抵制。後來這個河南老鄉沒辦法，就把原先的這個發展技術開始做工業鑽石，所以工業鑽石就是硬度到10。就如同剛剛大師講的，不過有很多的用途，它整個就是這樣子發展出來。所以為什麼在河南什麼許昌一些奇奇怪怪的這種鄉下地方，原因在此很有趣。跟中國大陸很多東西，其實說它也是民間野蠻生長之後長出了一個規模。但是現在這件事情，我們想說，在眼前當下影響性，首先它就是被列為在中國大陸在今年2026年1月的時候，對於包括日本以及全世界當中的這種所謂的這個軍民材料制裁的1005項其中之一，叫做超硬材料。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這超硬材料是什麼挖溝，結果後來發現其實就是工業鑽石，而且其實這種它是控制非常嚴格哦，一直到川習會。一開始大家就覺得，這大概沒什麼吧，也沒有人產業甚至產業新聞都沒有注意到。但是在川習會的時候，美國已經知道了，所以美國希望能夠放鬆。所以據說川習會之後對美國有放鬆一點點，但對日本是完全絕對的管制。那現在其實講說，對日本來說，真的日本是這樣子，鑽石剛剛除了大致講的論切割，另外它的這個鑽探，比如說大的前盾。去挖那個大捷運那個大洞哦，或這種亞呂莊布江隧道裡面都是這種工業碎鑽石，才能把那個泥巴跟岩石把它啃下來。另外就是加工還有光學，艾斯摩爾的它的現在的光刻機裡面有很多鑽石，因為鑽石所有的切割它有折射。所以現在這個折射當中，光學運用以及剛剛講到的散熱，我們講石墨烯不是現在很多商品嗎？就是這種碳的部分都是能夠散熱最好的。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因為它就是要高溫高壓的環境，就像做稀土一樣，也就是高溫跟高污染化學。所以這都不是一般人現在能做的。所以這就是中國大陸現在絕對領先，而且它現在變成在這個管制上來講，真的又掐住。現在真的是一如稀土之外，為什麼最近就會討論這個事情？它就是對現在包括軍工業，美國跟日本的軍工業、半導體產業最關鍵的部分，真的是掐脖子。
所以現在除了稀土跟鑽石，還有沒有別的呢？肯定一定有的，我覺得後面一定會陸陸續續被爆出來。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那日本有了最新的反制動作哦。我們前面都是看到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制裁，這一件事情有沒有跟這個中國對日本的制裁有關係呢？因為日本政府已經宣布了，從7月份開始，調漲入境簽證費，最高漲到現行的5倍，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日本對於中國跟台灣來課反傾銷，是針對於鋼鐵產品。那中國稅率最高高達了45%，幹哥怎麼看？我覺得日本是在自尋死路，你知道為什麼嗎？日本在2010年那時候釣魚台事件的時候，他們就突然醒過來說，中國的供應鏈已經不安全了，不穩當了，因為它可以鎖我啊，它可以鎖我的喉，所以日本那时候就趕快開始發展，就說我們一定要從外面，尤其是重稀土，輕稀土還沒有那麼要緊，重稀土非常要緊啊，鎵、鍺像這樣子的鋰、鋅、鋰，像這樣，我跟你講，那時候是國防工業最重要的，所以他們早就在10年前就開始了。可是我跟你講，就跟你講一個最直接的例子，你知道日本找到了，美國幫他找的，澳洲找了一個公司叫 Lynas 公司，他們可以去提煉高純度的鋰、鋅還有鋰，你知道，國防工業非常需要這個。結果你知道 Lynas 經過10年的努力，他說我們已經達到99.5%的純度了，99.5%哎，不是很高嗎？結果日本這些大企業，這個住友重工，他們都講，對不起，我們要99.7%。我現在來告訴各位，中國大陸的純度是到多少？它的精度到多少？大陸已經達到99.9%，99.9%只有4N 級的，他們還有個6N 級的。是99.9999%，這已經快要比鑽石還要精密了，對不對？為什麼中國做得到？幾十年的精煉成果，所以連澳洲這個 Lynas 這個商人他都做不到，所以日本他必須要在這上面投降。再講到 F-35戰機，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不是只有在亞洲，在全世界唯一認證只有一家能夠幫我們修戰鬥機。那一家叫什麼？叫三菱重工，其他沒有，絕無分號。除了我們本公司，除了我們在這個就是美國本土的公司有這個維修的能量之外，全世界只有第2個地方可以幫我們修的，就是三菱重工。只有日本能修，其他通通不行，是唯一認證合法合格的。你知道為什麼？因為它的雷達、它的電機和它的就是隱形的材料，那個塗層，這些秘密也只有日本可以知道，其他人通通不能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雷達要用的鎵和那個鍺這2種非常重要的元素，現在中國就是不賣你，我不賣你就是不賣你，你怎麼辦？所以日本他現在還是要回頭去求美國，那求美國，美國自己本身都覺得他非常的局促不安的，所以。他就曉得說，像這樣子的情況，你還要對什麼？對中國遊客入境簽證啊，實施簽證費，還要說，哎，中國你那個賣我們那個冷壓鋼鐵太低價了，低價競爭已經壓垮我們日本自己本身的本土的冷壓鋼鐵的技術跟企業，這樣不行，抽重稅，最高要45%，你不是要自尋死路嗎？到底要怎麼樣，你才能夠得到中國對你網開一面？就是高市早苗，你一定要道歉才能夠解決。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來看到日本 GDP 慘衰10年暴跌了14%，同時日債爆表，經濟會崩盤嗎？今天來做關心。再來就是稀土大刀，現在重創的日本企業也集體進北京，要來破冰。全球企業是不是轉向中國？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過去10年我們知道這個主要的經濟體，大部分的經濟都是往上走的，但是唯獨我們來看到日本卻是在10大重要的經濟體當中唯一
一個衰退的苦主。來看到資料顯示，從過去的2016到2026年，過去這10年間，日本的 GDP 的規模從5.1兆美元，竟然是一口氣暴跌到只剩下4.4兆美元，大約減少幅度，也就是10年來減少了高達14%。除了我們特別看到的 GDP 之外，日本同時內部現在出現了3個重點的警訊。第一個，國債的部分，國債已經飆破了 GDP 的250%，日元更是大幅貶值，來到了39年來的新低，長期的利率也快速的上行當中，這是日本的3大警訊。再來就是日本企業會不會在中國大陸的稀土的卡關之下，面臨下一波的倒閉潮呢？不管是關東化電、中央硝子，7月1號開始，他們說要永久停止生產他們的6氟化氢了。其他像是三菱材料啊、住友，他們也在漲他們的產品價格。再來看到 TDK。還有呢，太陽誘電等等，他們的庫存水位也都已經來到1個月的一個新低了。我們先關心一下日本的經濟到底怎麼回事 ？GDP 規模10年縮水了14%，日本經濟進入了長期的一個結構性的衰退嗎？會不會進入一個長期停滯的階段？大使怎麼看？衰退已經是鐵的事實了，長期衰退看起來也跑不掉。那這個東西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本來在80年代上個世紀如日中天啊！我第一次到日本，我簡直嚇壞了，沒有看過這麼有活力、這麼進步、這麼乾淨、這麼有秩序的社會。我那真的嚇壞了，真的是一種強烈的震撼。而每次去日本就是一直走下坡。那日本的這個經濟是從被美國人整的，就是所謂的那個廣場協議，一下叫日幣漲了20%，像日本的这個怎麼講呢？產生這個經濟的泡沫，最後泡沫這個怎麼講呢？爆裂以後，結果所有的銀行跟這個大的企業都變成負債累累。本來是錢多得不得了，你一負債累累以後呢，你的所有的這些思維就是以還債為優先，銀行也還債為優先，銀行怕你倒賬為優先，企業呢也還債，結果就造成什麼？就不敢去投資了，所以這個泡沫破裂對日本來講，就是整個社會沒有那個投資創新的那個動能了，所以就一直就缺乏那個動能。之後再加上日本呢人口老化，然後少子化，人口老化加少子化，也就是說它的所謂的這個人力資源越來越不夠，然後呢，它借助了很多外勞可是這都沒有辦法把日本的產業往上提升。你外勞你需要高端的這些工程師或者管理人才，但日本社會說實話，你要打進日本的高端社會，談何容易啊？他就是很排外嘛，他不會把那個領導階層隨便給外國人的，對，他自己還有分貴族、平民，還有些比較爛的人的，他都還擠不上去了，外國人怎麼擠得上去？所以他就出現了這個人口斷層，再加上這些前面的因素，在造成日本的產經結構，於是很自豪說什麼產官學一體，說穿了就是產官學全部勾結，然後就產生了很多呢公司該倒都不給他倒，因為政府關係很好，就產生了很多什麼僵屍企業，不斷的侵蝕日本的這些產業基礎，再加上日本錯過了這個互聯網時代，錯過了所謂的這種 venture capital，就是說那種用這種獨角獸企業，日本沒有，根本都不信任。再加上它這個怎麼講呢？它這個在這個新的產業，尤其是這個IT 產業這個地方它完全斷裂，交了一個白卷，所以日本沒有過去現在很慘。你有最新的產業有競爭力，通通沒有，所以說也沒有未來。好，所以在面臨現在的經濟困境之下，我們就看到，是不是日本要尋求一些經濟上面的解方、產業上面的解方呢？剛好現在中國大陸正在舉行的就是練博會，那我們看到呢，許多的日本企業這個時候重量級代表團，他們就趕快去到了北京，裡面來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咖人物都到了，包括了關西的經濟聯合會長，還有住友電工董事長松本正義、三得利的副總等等的人。其實練博會是2023年。
年以來中國開始創辦的，那已經至今吸引了85個國家，超過670家的企業機構一起來參與。那日本這樣子做到底有沒有效呢？上次哥怎麼看？不是大咖小咖哈，其實聯博會原來參加是關鍵人河野洋平，他前自民黨總裁哈。如果中國大陸現在抵制在制裁日本，如果對於3個人日本人會客氣，河野洋平就是其中一個。因為他是長久以來中日對話，而且率領日本民間的這個國際經貿由他推動。這次其實他要去，而且規模非常非常大，他們就希望尋求在高市早苗的這個沒有對話過程當中，能夠靠河野洋平個人的影響力，讓中國大陸能夠聆聽。可河野洋平6月8號突然就胰臟病死了，所以這個部分大收縮，北京也就是說原先要建的高層全部沒有了。所以現在是這樣子啦，我覺得可以看得到，無論如何，日本民間已經知道制裁的影響力，所以大家想盡辦法，希望能夠擺開，包括跟日本官方之間的關係。比如說，現在日本就成立中國日本商會，中國在前面哦。不是日本，還是中國日本商會，他們希望能夠繼承河野洋平的部分，能夠繼續的對話，突破這些制裁對日本產業的影響。然後高市早苗不鳥啊，高市早苗現在做的部分，他就在國際的舞台當中整合。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整合當中，稀土也弄了很多的產業鏈，你們日本這些企業看到這些產業鏈跟美國、跟國際、英國、歐盟合作，你們也要乖乖的繼續來，然後來這個合作的這個裡頭來投資嘛。所以其實高市早苗還是一路往前，他認為高大上。可日本民間知道這個制裁眼前就活不下去，而且如果有機會一點點突破也好，現在狀況是幾乎會死掉。所以只要能夠開一個口子，不要說全面，其實稀土的某一點點打開，現在日本的這些對於中國大陸比較熟悉的，希望能夠突破。但有河野洋平之後可能可以，現在沒有河野洋平，誰呢？他的孩子甚至任何人沒有看到能夠繼承的人。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這波制裁之下，這個日本企業跟日本政府現在態度不一樣。日本企業希望能夠尋求突破，自己去到中國大陸的聯博會，北京這邊希望能夠尋求一些新的溝通管道。到底有沒有一些作用啊？就是幹哥又怎麼看？其實聯博會就是什麼？就是中國舉辦的，他舉辦什麼？全球供應鏈博覽大會就對了，大家都來了。你看你要不要來？隨便你啊。結果大家都去了。你知道，剛才我們提到嘛，現在總共有85個國家，670家企業來。那670家企業，美國佔多少呢？美國最多，100多家，然後才印度啦、日本啦，尤其日本。剛剛提到那個上次講到那個，我跟你講，你要曉得日本對這個事情有多重視。為什麼？就是因為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之後，尤其是駐有重工這個會長松本正義，松本正義他其實私底下是跟中國關係是很好的，而且他跟三得利的董事長也是，我們兩個是關西的企業代表啊，結果我們現在被關東那些人搞得頭昏腦脹，為什麼？就是首相那派人嘛。其實我們關西其實跟中國大陸本身那種傳統產業的那種關係，其實私底下合作是不錯的。結果你現在搞成這樣子了，現在我們也受影響啊。所以老實講一句。松本正義他其實他馬上就要去了，急得要命，要趕快去。為什麼？希望尋求突破，不要再這樣子了。我們不是互相報復嘛，對不對？所以今天聯博會找我們，我們一定馬上就過去。然後我們一過去的話，我們也要希望，我們不是有20家企業已經被還沒有制裁啊列入管控名單的日本企業裡面，看看中國是不是能夠手下留情一下。再加上黃仁勳在那邊講。